各位朋友，大家好。据统计啊，大唐王朝总共有198位公主。这198位公主可以说是198朵花，每朵花呢都有自己的不同之处，花与花之间呢也有相似之处。但是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聊的这位公主呢，她却完全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可以说，在公主的圈子里，她可以说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如果是用一种花来形容这位公主的话，我想只能是霸王花。那么这位公主是谁呢？这位公主就是唐高祖李渊与窦皇后所生的平阳公主。平阳公主是李建成的妹妹，李世民的姐姐。在李渊太原举兵的时候，平阳公主和她的丈夫柴绍正在长安居住。驸马柴绍世代是武将出身，他自己和他的老丈人李渊一样，都曾经做过牵牛背身。他是隋炀帝的太子杨昭的侍卫，后来和平阳公主结婚以后，就一直追随着李渊，现在是李渊的部将。所以在他们夫妻两人得知他们的父亲李渊太原起兵的时候，柴绍呢就和平阳公主商量说，你看咱们父亲已经起兵了，我要马上回营为岳父效力，但是如果咱们俩一起走的话，恐怕目标太大，会引起别人的猜忌，但是呢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我又非常担心，你看这下如何是好？平阳公主呢就安慰她丈夫柴绍说你不用担心我毕竟是一个女人家，我怎么都好躲藏，你自己呢还是尽快带领你下属的兵马赶紧去投奔我父亲，我父亲现在正在用人之处，你不用考虑我。柴绍说行，那我先撤退，你来掩护。于是柴绍就开始了这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倒不是说柴绍对平阳公主有多么狠心，这样不顾及自己妻子的安危，其实啊，我想是因为柴绍对平阳公主有充分的了解，知道平阳公主能够很好的保护好自己。果不其然，在柴绍离开以后，平阳公主就偷偷的回到了他们老家李家庄园。在那里啊，她散尽了所有的家财，拉起了一支大概有几百人的队伍。这一切啊，似乎都是平阳公主早就计划好的。所以有时候啊，女人离开男人的庇护以后，她所迸发出的能量，有时候是超乎想象的。平阳公主拉起这支队伍，并不是为了自保，她还有更大的计划。当时的关东地区反隋的义军啊，可以说像雨后春笋般的一个个的冒了出来。平阳公主呢，就利用她父亲唐国公李渊的名号，四处招揽义军。而且啊，她招揽的对象啊，还不是那些实力比她小的，她专门招揽那些实力比她大很多的。其中有一路义军啊，他的首领叫何潘仁。这个何潘仁呢，以前是一个胡商，是一个胡人，他来中原这地方啊，是来做生意的。后来赶上这个隋末的乱世啊，他就发现呀，最新兴最赚钱的行业啊，原来就是造反。于是呢，他就用自己手里的钱财，然后招揽起了一支部队。这支部队啊，后来扩大到了2-3万人。平阳公主派她的家仆马三宝去说服何潘仁加盟。何潘仁最后见了平阳公主以后，也为平阳公主的气魄和魅力所折服，于是答应加盟。后来平阳公主又招揽了几路义军，最后平阳公主率领的这支义军人数已经达到了7万多人。7万多人虽然多，但都是来自于各路义军。所谓的义军，一定意义上来讲，也就是一群乌合之众，有的甚至以前就是强盗土匪，都没有受过什么专业的军事训练。军纪以前呢也非常的涣散，但是这些人在平阳公主的调教下，个个都变得规规矩矩的。平阳公主这支军队呢，被人称为娘子军，以军纪严明，对百姓秋毫无犯，作战又非常的勇猛而著称。这支部队呢，和隋朝的部队呢，也曾经交手了好几次。隋朝有一员大将叫屈突通，就曾经率兵来围剿平阳公主的这支部队，但是呢，几次都被平阳公主的部队打败。这位屈突通后来也投降了唐朝，在凌烟阁上也有他的大名，排位呢好像是在第12位，比平阳公主的丈夫柴绍排名还要高2位，所以可见屈突通的战斗力，而平阳公主却可以战而胜之，可见平阳公主的战斗力也不在她老公之下。后来李渊、李世民他们带兵渡过了黄河，到了关中与平阳公主的部队会合。李渊本来想着在关中一定会有一场大战，但是见到了平阳公主才知道，关东的很多重要地区都已经在平阳公主的掌握之下。这也为后来两军合并合攻长安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两军会合以后，平阳公主和柴绍是各带一支兵马，
各设幕府。由此可见，平阳公主的独立性和她在这支部队中的崇高的威望。她并不是说我爸爸也来了，弟弟也来了，老公也来了，我呢就可以回家继续做我的贤妻良母。她还是继续带兵厮杀，为大唐的初创立下了赫赫战功。平阳公主曾经在山西的韦泽关那个地方驻守，后来呢，这个关就被称为娘子关。唐高祖李渊登基以后，封她为平阳公主。以后李渊每次赏赐子女，平阳公主得到的赏赐都比其他的公主要多。这是因为平阳公主以前累计的军功。史书上对平原公主在李渊登基以后，她又做了什么事情，并没有更多的交代。很有可能呢，是这时候平阳公主已经归隐家庭了。平阳公主和柴绍呢育有一子叫柴令武，后来娶了唐太宗的女儿巴陵公主为妻。后来这个柴令武成了魏王李泰的党羽，在高宗时期卷入了房遗爱高阳公主的谋反一案，最后被处死。武德6年的时候，平阳公主病逝。当时呢，唐高祖李渊不顾那些礼官们的反对，执意要以军礼下葬平阳公主，而且还赐予了平阳公主的一个谥号，叫昭，就是平阳昭公主。平阳公主是历史上唯一一个以军礼安葬的公主，同时也是历史上第一个死后获得谥号的公主。她的这个谥号昭，按谥法解释就是明德有功的意思。以上呢，就是平原公主这30多年的一生。这朵霸王花盛开的时候绚烂异常，但是很可惜呀，似乎是短暂了一些。感觉上，平阳公主和李世民应该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们2个人继承了更多他们先祖的尚武的精神，这点呢就和李建成和李元吉这兄弟2个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当年李渊太原举兵的时候，也让人秘密捎信给李建成、李元吉兄弟，让他们带着他们的五弟，当时只有12、13岁的李志云，一起到太原共襄大举。李渊此举呢，也是为了他们的安全，因为李渊知道，他一旦举事，他在外地的那些亲戚们都会成为隋军的抓捕对象。李建成、李元吉兄弟俩得到消息以后，可以说是仓皇出逃，甚至他们的小弟弟李志云因为走得太慢，最后都被他们俩抛下。李志云最后被隋军捕获，押往了长安。这李建成、李元吉兄弟没有做任何的计划，只是一味的往太原跑。这一点就和平阳公主的表现是大相径庭。平阳公主一个女人家，可以按部就班、有计划地拉起支队伍，既保护了自己，最后又能助父亲李渊的一臂之力。而李建成、李元吉兄弟呢，只知道逃命。在路上因为他们担心他们被隋军抓获，李建成呢还和李元吉商量说，要不然咱们俩就上山落草为寇吧。李元吉呢当时也在犹豫，幸好呢这时候他们碰上了柴绍，柴绍就跟他们说，不要起什么落草为寇的念头，你一个唐国公的嫡长子居然落草为寇做山大王，这要传出去的话，不是让世人笑掉大牙呀。后来李建成、李元吉听从了柴绍的建议，才算是没有走这段弯路。刚才跟大家提到的这位李志云是李渊的第5子，他的母亲不是窦皇后，所以呢他是庶子，他的母亲是万贵妃。万贵妃这个人呢性格非常好，所以呢李渊呢也非常的宠爱她。李渊的原配夫人窦氏夫人呢是一个醋劲儿非常大的一个女人，对李渊的掌控力度呢是非常的强。所以在窦皇后在世的时候李渊的庶子庶女非常少。等到了窦皇后去世以后，李渊呢才终于得到了解放，他的庶子庶女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多了。在所有的嫔妃中呢，他最宠幸的还是万贵妃。窦皇后死了以后，李渊并没有再立后，所以万贵妃在后宫中的地位是最高的。大家看了很多影视剧都知道，皇后下面就是贵妃，贵妃的权力仅次于皇后。如果皇后不在的情况下，贵妃就可以发号施令，统辖后宫。其实呢，这只是戏剧中的表现。在历史上，如果皇后不在了，贵妃并不能自然而然地统掌后宫，除非这个贵妃有皇上的特别旨意，就皇上特别任命你来统掌后宫，你才有这个权利。万贵妃就得到了这道圣旨。
所以就在窦皇后之后执掌后宫。万贵妃唯一的一个儿子就是这个李志云。后来他被他的2位哥哥抛弃以后，就被随军捕获，押往了长安。当时长安的守将呢，是想以李志云做人质来阻挡李渊的进攻，甚至想劝李渊罢兵归降。但是李渊呢，这时候已经是箭在弦上，别说被当作人质的是他的一个庶子，就是他的嫡长子李建成，这时候被当成人质，我估计李渊也不可能停止了，因为这关系到全族人的性命。李渊当时围住长安以后呢，守卫长安的主将屈突通这时候已经投降了唐军，这时候重任就落在了守将殷世师的手里。殷世师见李渊不答应他的要求，就把李志云以及李家的其他亲戚，包括后来的大将军李道宗，都押到了城楼上面，要逐一问斩。后来啊，还是他身边的人啊，悄悄跟他说了一句，意思呢就是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你是奉命行事，但是呢，没必要把他们这些全族的人都杀掉。于是殷世师就只杀了李志云一个人，把其他的人呢又放回去了。同时呢，他也把李家的祖坟给拆了。后来长安城破之日，殷世师也被俘。李渊对隋朝的其他的将领官员呢，都是采取的宽大的政策，唯独对这个殷世师，他是不杀不足以泄恨，所以就将殷世师问斩。但是呢，李渊也考虑到殷世师并没有杀他其他的族人，所以李渊作为回报，也放过了殷世师的族人。殷世师呢，当时有一个女儿，有一个儿子。他的女儿长得年轻貌美，所以李渊就把他这个女儿赏赐给了秦王李世民。李世民对这位殷氏女孩也是宠爱有加。后来殷氏女位列4妃之一，她与李世民生有一子，就是齐王李佑。殷妃那位幸存的弟弟呢，就做了齐王李佑的府中的长史，就相当于齐王府的大管家。后来齐王李佑支藩到了外地，这位殷妃的弟弟呢，因为没有忘记他父亲被唐渊所杀之仇，所以他在李佑的身边呢，经常鼓动李佑呢要招收一些江湖上的游侠，然后壮大自己的力量，等待机会谋反。李佑呢被他鼓动的已经忘了自己几斤几两，后来居然杀了唐太宗派来规劝他的官员，真的谋反了。唐太宗李世民在得知他意图谋反的时候呢，还给他写了一封信，告诉他儿子，你不要想着谋反，你是打不过你老爸的。但是这个李佑呢，还是一意孤行。最后唐太宗李世民只好派李世继带兵平叛。平叛大军刚刚到李佑的属地，李佑已经被他的部将所擒，最后被李世民处死。他的姐姐殷妃也因此被降为了嫔，最后呢也是抑郁而终。所以说冤冤相报何时了，殷妃的弟弟就因为他的一己之念，不仅害了李佑，也害了他自己的亲姐姐。这按理来说呀，万贵妃应该和李建成、李元吉他们关系不会好，因为毕竟是这2个人导致了他失去了他唯一的儿子李志云。但是实际上，万贵妃和李建成、李元吉关系远比和李世民要好。这倒不是说万贵妃是在以德报怨，其实啊，她不过是把将来能够承继大统的人压在了李建成的身上。李世民攻克洛阳的时候呢，万贵妃曾经差人向李世民索要一些洛阳皇宫里的珠宝，李世民呢按照条例规定就没有给他，由此万贵妃对李世民也是颇有怨言。于是他就利用自己掌管6宫的权力，在分配一些奴婢给各王府的时候呢，专门给李世民的秦王府分配一些无籍的或者是一些罪犯的子女做他的奴婢。李世民呢是贵族子弟出身，所以呢他对周围人的血统呢是有一定的洁癖的，他不希望自己的身边都是那些身份比较卑微的人。所以李世民对此呢也很不爽，但是毕竟是长辈所安排的，他也只能接受。虽然万贵妃对李世民并不怎么样，但是在玄武门兵变以后，李世民对万贵妃还应该算是不错。李世民登基以后封她为皇太妃，万贵妃死了以后，李世民也准许她陪葬献陵，就是李渊的陵墓。所以万贵妃这一生呢，也算是有了一个完美的句号。万贵妃与李渊还生有2个女儿，分别是长沙公主和襄阳公主。襄阳公主嫁给了窦皇后的族侄窦抗的儿子窦旦，
二人育有一子，名字叫窦宪战。窦宪战呢，又生了一个女儿。后来这个女儿就嫁到了宫里，嫁给了以后的唐睿宗李旦。二人也育有一子，名字叫李隆基。这位窦德妃啊，在武则天执政期间，就是在大周王朝期间，他被奸人陷害，说他和另外一位叫刘妃的人一起在宫中行巫蛊之术，诅咒武则天。所以呢，在某一天早上，这位窦德妃和刘妃一起去给武则天请安以后，这两个人就在人间蒸发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李旦呢，也深知这两个人可能已经是被他妈妈杀死了，但是呢，他也不敢问。武则天呢，也不提这件事呢，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过去了。当然了，那时候的李旦已经不叫李旦，他叫武旦。后来一直等到唐睿宗李旦继位以后，才追封窦德妃为皇后。但是呢，因为尸骨都找不到，所以最后只能以招魂的方式为他建立了一个陵墓。说到这儿啊，有件事情呢，我觉得很有意思。按照辈分算起来，万贵妃应该是李隆基的曾曾外祖母。大家看啊，襄阳公主是万贵妃的女儿，襄阳公主的儿子窦孝慎管万贵妃应该叫外祖母，窦孝慎的女儿就是那位窦德妃，应该管万贵妃叫曾外祖母。那么李隆基就应该管万贵妃叫曾曾外祖母，这个辈分应该没错吧？这方面我不是很擅长。那么如果万贵妃是李隆基的曾曾外祖母的话，那么李渊就是李隆基的曾曾外祖父，这个没错吧？这是从万贵妃这条线上来算。如果从李渊这条线来算，就是从父亲这条线来算的话，李渊又是李隆基的曾曾祖父，这个应该也没错吧？大家想，李隆基生李世民，李世民生李治，李治生李旦，李旦生李隆基，正好是曾曾祖父。所以呢，有趣的事情就发生了，李渊既是李隆基的曾曾外祖父，又是李隆基的曾曾祖父，一个人是身兼两职，内外兼修。由此啊，后世的某个人啊，在此呢，为了保持低调，我就不透露他的姓名。后世的这个人呢，在做了一番研究以后，就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关于到底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几千年来一直盛行的近亲结婚的现象。什么原因呢？其实就是为了省钱。大家想啊，如果李渊有一个曾曾外孙，又有一个曾曾孙的话，那么他在过年的时候就要出2份压岁钱。但是现在呢，他一人身兼2职，而且李隆基也是身兼2职，这样他出1份压岁钱就可以了。所以以前说什么近亲结婚是为了亲上加亲的什么的，这些都是很片面的。这个就是后世某个人在几分钟前的研究成果，所以还是非常新鲜的。各位朋友非常幸运能够最先听到这样惊世骇俗的结论，可能有点扯远了啊。本来说的是平阳公主，现在都扯到了唐玄宗了。是这样的，我是这样想啊。咱们讲唐朝的公主，我觉得呢，最好就是像顺藤摸瓜那样，顺着某一个公主这根藤一直往下面捋，摸到什么瓜咱们就讲讲。这些瓜呢，也都是在唐朝历史中很有意思的人或事情。其实啊，这些公主的命运和唐朝历代皇帝以及各大宗室各位大臣的命运都是紧密相连的。把他们摸清楚了，唐朝这些历史啊，这些有意思的人和事呀，大家也就都能搞清楚了。本来呢，今天是想跟大家多聊几位公主的，但是没想到最后还是计划赶不上变化。不过毕竟咱们这个也不是上历史课，也没有考试，所以聊的内容只要大家觉得有兴趣愿意听，那咱们就可以继续按这个方式聊下去，倒不必拘泥于某个框架。套用一句香港无线电视台剧集中的一句经典台词，做人嘛，最重要的是开心。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谢谢大家观看，欢迎大家订阅、点赞及转发。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